肖战播梦中的那片海，大家没有明显的感受，反而是玉骨遥逐渐偏离了播剧的轨道，让仙侠回归正统。先为皮侠为骨的创作理念，不再是让主角恋爱苍生买单为主线，一凡古偶仙侠常规套路剧情，制作精良的特效，惊艳无数古装爱好者的石影神观。讨论的声音没多少，反而都围绕着肖战剧扑了。演古偶没优势，流量不行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都不敢相信。在2023年出动了20年百家围剿的方式来防爆这部剧，也从来没有见过对一部古偶题材防爆成这个样子。血雨腥风的阵仗把原著粉都吓到了。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有迹可循。严格来说，玉骨遥并不是大 IP， 改编苍月原著朱颜 IP 其实并没有那么惊艳。定级的初期也不是 S 加，顶流肖战的加入直接让项目升级。真正的大 IP 是同作者其他的系列，比如镜，虽然是架空，但世界观的架构更为宏大、繁复、精彩。可惜的是，前面成功影视化的作品播出效果和改编效果多少有点不尽人意。已经先于玉骨遥播出的《镜双城》就是同作者的作品改编，但是播出效果差到原著粉看到玉骨遥之后，希望肖战能重拍这个系列。玉骨遥更被书粉称为仙改，夸张盗用在一堆边角料中开出了帝王绿的超高评价。玉骨遥空降上线，在一众先入为主的流水线制作的古偶 S 加中，凭借肖战超高的市场号召力，强势突围，横扫各大榜单，用热度吸引观众入场。然而，超出预判的市场反馈，应该是很多人没有想过的。一部古偶会带来超出原有的古偶赛道上的影响。作为主演的肖战，扛不住书圈的狂热，被网友调侃播了一部玉骨遥，欠下了一堆房贷。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房贷，这是指那些小说爱好者将自己喜欢的书比喻为自己的房子。失败的改编是房子塌了，成功的改编是给房子扩建装修了。根据过往的 IP 改编经验，很难做到既满足书粉要求，又满足观众需求，同时又满足当下社会的价值观要求，还要同时满足剧方、粉丝们的要求。正是因为难，所以大部分书粉宁愿自己喜欢的作品不被影视化，也不想亲眼看到它塌了。然而，这些都在肖战这部毫无预热的玉骨遥播出之后改变了。正如这些狂喜的书粉们所说，肖战不仅有优越的扮相，有演技，共情强，还有他身上的特殊属性。同样在古偶这个赛道，制作方愿意打磨剧本，更愿意在制作上投入，因为他已经很爆了，不需要带爆。可以理解他们喜欢的作品想让肖战来演的原因。认真对待，热度有基础，制作有保障。有多夸张？肖战能不能演我的房子？这个网友自发讨论的话题也有7000多万的阅读，都是希望肖战来演自己的房子。权谋、武侠、宫斗、民国、南平、玄幻，真是应有尽有。一句话总结，肖战这是捅了书窝了。肖战重新掀起了 IP 热，这不仅给深耕古偶赛道的小生造成了威胁，更让那些提前拿下版权给自家人量身定做 IP 的影视公司们也看到了威胁。既定的人选书粉却有了自己的人选，这多么可怕！别说靠古偶爆成流量，怕是在选角上都要掀起一番风雨。播年代剧梦中的那片海还没有这么直观。众所周知，年代剧爆不出流量，流量想去年代剧镀金，事实是十有九扑，飞升没有，直接脸着地。被定在流量生的肖战却相反，凭借精湛的演技征服观众。北京卫视更是去街头采访当地的居民，无一例外都对肖战饰演的肖春生一脚盛赞。6月高考季冷档 CVB 1.54，广电开研讨会探讨获得认可，剧方的满意程度可见一斑。然而玉骨遥播出之后，画风逐渐走偏，社交平台上频繁的出现 VS 话题，多得有点夸张，而且无一例外都会在热搜上出现，让不少人以为是肖战的热度不够，需要捆绑这些话题来凑。和玉骨遥相关的话题，那么多的高光名场面，正经热搜没几个。随手点开了几个相关的话题，发现了一个共同点，话题阅读量都在500万左右。要知道这个阅读量在微博这样的平台上属于无人关注的水平，讨论的人数区百人，有些话题只有几十万的阅读也能在热搜上出现。无一例外，与此相关的话题都有主持人，上热搜的速度犹如看见3年前肖战粉丝上热搜的速度，弹射起飞。要知道
肖战在半年前参加米兰时装周，这个话题近90亿的阅读，却没有主持人，更没有媒体参与这个话题讨论。肖春生时没有这么多 VS 话题，却都在玉骨遥疯狂捆绑。然而，网络上突然如此，并不是空穴来风。有网友发现，这些话题主持人来自同一个矩阵，到处 VS 正在播出的、已经播出的剧。不仅如此，各个社交平台上都有不同职能的水军下场，控场网友的讨论方向，自媒体的软文下都引到了与剧无关的方向上，指引他们去考古227和粉丝曾经的疯狂，搭配的女主差是因为无人合作等洗脑包。这样下去换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对肖战积累起来的口碑、路人缘造成直接影响。实在想不通，一部古偶玉骨遥而已，需要 MCN 接活，全平台下水军、热搜辅助，整一堆 VS 话题来防爆吗？内娱永远都学不会，想要的自己去争取，不走邪门歪道。内耗做的确实到位，与其提升自己，不如毁掉别人；与其反思自己，不如责怪别人。在2023年4月份的时候，肖战取得了一个惊人的成就，那就是在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上，相关话题播放量突破了1400亿。而这才仅仅过去2-3个月的时间，肖战又一次创造出了新的历史，成为了该平台首位话题播放量突破1500亿的明星。不得不说，这样恐怖的数字也是再次让我们见证了肖战那无与伦比的超高人气与热度。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国内最大短视频平台明星相关话题播放量300亿开始，肖战就一直是记录的引领者，处于是断层领先的位置，霸榜时间更是接近4年时间。由此可见，这实打实的成绩绝对称得上是肖战人气的最好说明。是金子总会发光，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优秀且善良的人一定会被越来越多人们所喜爱。从其他方面来看，国内最大短视频话题播放量这个数据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这个平台的数据是没有水分的，能真实反映明星的人气。第二，这是一个无数人每天必看的视频平台，所以其中所蕴含的影响力不用多说，肖战能这样恐怖的数据，也是足以说明他的影响力是有多么的惊人。第三，肖战这1500亿话题播放量的数据，不管是谁看到都会被惊叹，甚至对于业界来说，更是一份明星人气与热度的重要参考。这份参考毫无疑问必定会促进肖战在各方的发展。肖战玉骨遥开播以来，肖战个人平台话题播放量破1500亿，并连续8次获得猫眼剧及热度总榜冠军，收视率和口碑都在节节攀升。石颖真是为肖战量身定做的角色，他的盛世美颜和端方雅正的仪态，也只有肖战能够胜任。肖战更用他细致入微的表演，赋予这个角色独特的人格魅力。石颖的爱压抑而深沉，这个懵懵懂懂闯进他心中的女孩，给他带来的烦恼、伤害很多，但都抵不过给他带来的快乐和惊喜。尽管石颖从小生活在一个没有太多温暖或爱的环境里，但内心深处，他比谁都渴望爱和温暖。平时性格活泼大胆的朱颜，一点点撩拨和试探石颖，石颖则是在他看不到的地方，任万千情丝在心底蔓延。其实他的爱远比朱颜炽热也真挚。如果朱颜的爱是燃烧的火焰，熊熊蔓延，石颖的爱就是潋滟的春水，将所有的悲哀和无奈都深深隐藏，呈现给朱颜的只有美好和浪漫。这样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绕指柔情，最是打动人心。玉骨遥播到现在，朱颜和石颖都没有特别亲密的言语和举动，始终发乎情止乎礼，让人感到这份感情的美好与纯洁，与剧中仙气缭绕、如梦似幻的布景相得益彰。石颖和朱颜的相逢只因一场宿命，纯真诚挚的爱情如桃花般明媚绚烂。尽管岁月会让很多东西淡化或消磨，但这份感情注定会陪伴他们走过风雨。痴心不改者日渐稀少，石颖和朱颜都不是轻易会动心的人。既然已动心动情，彼此住进对方的内心，携手走过最艰难的一段岁月，不经意间风未动，云未动，是心在动。石颖看到朱颜后，心中开出白红两簇花，白的花期霜傲雪，红的花灿若云霞。花开是繁盛，花落是凋零，花开花落只为一人，不负相思意。